陈佩琪去告许富顺，这柯文哲以前的学生哈，郑淑馨，台北地检署证实说已经收到这个诉状了啊，告诉状了啊。那郑淑馨她被陈佩琪告，她就那个谁那个许富顺说，我是当学生嘛，好吧，我就认了。但是呢，郑淑馨不服，他说柯文哲有黑资料，说是他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诈骗犯。哦，而且他说呢，我心里是想以死来谢罪，但是呢，柯文哲呢是窃国卖国，因为2015年呢，他曾经密切接触习近平的对口，我也密切接触习近平，不是习近平的对口，哦，那习近平的对口是谁呢？说是一个乌钢大王，哦，乌钢大王，那这个乌钢大王呢，说这个乌钢大王叫做廖万龙，哦。那说这个乌钢大王呢，跟习近平很熟，因为习近平在厦门市当副市长，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习近平密集接触台商，我听到很多台商讲说，那习近平的时候很平易近人啊，都喜欢跟台商在一起啊，等等啊。那习近平后来呢，这个当了大官以后呢，到福建还跟这个乌钢大王呢还相拥哦，表示认识他，表示他们交情很好啊。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说这是无凭无据。哦，真正舔共的是民进党，不是我们民众党哦。那另外呢，这个郑淑馨说，柯文哲曾经说很不想看韩国瑜当这个立法院长，觉得韩国瑜曾经是他的部属嘛，韩国瑜当北农总经理是这个柯文哲的部属一下子变成立法院长呢，哦，所以不愿意，所以呢，希望这个找黄珊珊当院长，还跟民进党去提说黄珊当院长，蔡其昌当副院长，民进党没有接受哦。所以呢，这不得已才让韩国瑜当了院长啊。那黄国昌说这路人甲蹭热度了，你们乱讲一通了。我们看一下，柯文哲不止窃国，还卖国。2014年柯市长选战募款委员会执行长郑淑馨脸书大爆料，当年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后，为了2015年双城论坛积极接触对岸。云林的乌钢大王，他这个廖万龙。他当时在这个厦门跟副市长习近平很熟，哇，他真的有找到习近平的对口。郑淑馨说，柯文哲和对岸的对口不止一个人。沈庆金的一个友人哈，就是奥会主席吴金国哈，他才是真正跟习近平的直接对口。对此，民众党表示，一个路人甲无凭无据，随口爆料就想抹红。他作为一个路人甲，请问他现在出来蹭什么热度啊？但2014年辅选大将不止爆2015年的料，还有2024年的立院龙头之争。他已经答应了要支持韩国瑜，后来呢，他好像又不太甘心，就又跟民进党这边来谈，说要支持黄珊珊当院长，然后让蔡其昌当副院长。我知道的事情刚好跟郑淑馨现在在外面散播的假讯息完全相反。那个时候是民进党两组人啊，跑来拜托柯文哲主席。昔日辅选幕僚与柯文哲决裂，柯黑名单再添一人。那一轩，这个郑淑馨哦，10年后才跑出来，我们不知道他的居心何在。10年前，如果按照他这种耸动式的方式在媒体面前讲说柯文哲就是卖国，那当时的郑淑馨应该要出来揪出柯文哲的真面目，而不是帮他打选战。那10年之后呢？郑淑馨这个莫名其妙的路人甲跑出来之后，跟大家说：“哎呀，他要找一个跟习近平的对口。”结果呢，提出来是一个乌钢大王廖万龙。这个我相信国民党很多人应该也都很熟悉廖万龙这个角色。那所以到底是不是对口，或者是他们又刻意的没有证据，就用影射的方式，在10年之后抹红民众党？这不就是在故意趁着柯文哲的前主席在这个看守所里面没办法讲话，没办法为自己辩驳，就这样用泼粪式的方式抹红民众党的一个摧毁人格的方式吗？我想很多人啊，在只要接触柯文哲，跟柯文哲待过同一个空间，跟柯文哲呼吸过同一片空气，现在似乎呢，只要可以批评他，可以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可以让他有声量、有新闻版面的。我想这些人真的到处都跳出来。
可是他讲的是事实吗？你就看刚刚国昌主席刚刚说的，包含他讲的就是今年的这个所谓的立法院长龙头的这个选举，郑淑馨一点角色都没有，这不知道哪里来的路人甲。今天跑出来，你10年前你可以说柯文哲怎么样，10年后你到底从哪里冒出来？你会知道这个过程，然后呢，完全是讲相反的。其实过去我们早就已经揭露过好几次，是民进党各派系的人马来接触柯文哲，就现在在他嘴巴里面反而讲出来是反过来的。那这是要干嘛？就是要操作现在立法院在野党之间的合作的关系嘛。那很明显看出来，这背后一定有特定的想法跟特定的势力。可是很可惜，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部分绿营的媒体配合他，让他上爆料，然后让他有这些想法，然后让他能够有新闻版面。不过我后来还是要再补充一下，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赖清德政府现在放任很多操弄意识形态的人在这个媒体上面去曝光，包含像黑熊学院又何尝不是一个操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织呢？大家刚刚说，这民防很重要，的确，像我们民众党也有推这个防灾中士，那这个防灾中士也是透过民间的组织去训练的。训练完我们怎么做验收？我们去跟内政部要申请合格的这个证书。那我们会定期跟大家报告说，我们有训练多少批的防灾中士。那可是问题是，黑熊学院如果承包了这么多政府的标案，然后呢拿了这么多政府的补助，结果大家看到的都是园游会，甚至呢都是这种好像用意识形态在做对在野党甚至台湾内部在制造敌人的这种分化的话，连立委要所知知道预算的这个执行能力都跟你说是没有办法公开的话，那他的检视能力就有问题。所以我们不希望台湾现在在赖清德总统执政之下出现一种在台湾内部找敌人，动不动就用意识形态扣别人帽子，说你就是中共同路人，说你就跟习近平对口。那请问一下，要跟习近平喝珍珠奶茶的赖清德总统，又是找谁当对口呢？我觉得郑淑馨这个角色目前一点分量都没有，而且他出来谈话都是旧事嘛，以前的就是有关柯文哲过去企图跟两岸之间啊，变成找到有适当有分量的对口，这个也不是什么大新闻。而且黄国昌说他现在企图出来抹红民众党，就算有一些比较有事实根据的证据，也不是抹红民众党，就抹红当年的柯文哲，但是那个也不是抹红，因为那个是柯文哲要想尽办法证明他比蓝绿更有办法去做好两岸关系。但是我今天才知道，我看他的经历，就是说，当柯文哲想要跟廖万龙见面的时候，郑淑馨帮他安排凯达格兰学校的教室啊，所以他是独派的。他是独派的，那当年独派代表独派这么热心帮忙柯文哲的人，现在出来讲柯文哲的坏话，我觉得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去讨论他的现在在狗屁倒灶的这些，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不，基本上就是说，柯文哲因为当时是在这民进党支持他选台北市长，所以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那个主要的干部基本上都是民进党的嘛，都是绿的，就是他代表民进党，民进党没有推人了，后来翻脸了。那这些人当然就跟着翻脸了嘛，就出来骂他等等啊。那当时都很核心的，帮他募款啦，帮他策划啦，包括网路都是非常核心的干部嘛。那现在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你现在完全不是绿的啊，甚至他可能还觉得你背叛了民进党，所以当然就出来爆料嘛。这个其实，所以柯文哲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以前人都出来骂他？有一部分是这些，另外一部分是另外的啊。就基本上呢，柯文哲当然是要检讨了。为什么自己很多过去的干部都出来骂他？但是有一部分是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黄国昌说他几经思考，决定要选民众党主席，经常在脸书发表了哈。那另外呢，他要3件要做的事情，目的是干嘛呢？让柯文哲以后回来感到骄傲，没有交错人，没有信任错人啊。第一件要延续柯文哲开放包容的精神。第二呢，要由下而上凝聚共识，要跟台湾的公民社会一起茁壮，第三呢，我们要接起柯文哲的火种，持续为台湾未来发展
建构一个蓝图啊，所以这是他的当选的3个这个目标啊。那他用脸书写了1000字啊，说呢第三势力绝对不能熄灭，这是柯文哲的叮嘱，耳提面命，再三叮咛，第三势力建立不容易，所以不能因此就熄灭了啊。那他要不要参选民众党主席？没有跟蔡壁如，因为蔡壁如好像也有兴趣啊。黄国昌说完全没有跟蔡壁如谈过这事情，没有啊。那蔡壁如怎么讲呢？蔡壁如说，如果黄国昌跟我好好沟通好了，我就全力支持他，我也不一定要选，成功不必在我，我不一定要选。蔡壁如说，在讲屯田计划，不是说柯文哲有个屯田计划吗？哦，说这个要这个厚积党的资产。蔡壁如说，我是有洁癖的人，跟我谈什么钱，谈什么资产？柯文哲叫朱慧荣签的，不是我啊。那朱慧荣说呢，再伤害我就公布对话，乱讲哦。什么叫做蔡壁如这个只有替屯田计划传话哦，但是签不是我，是朱慧荣。后来我就说朱慧荣是谁啊？他是民众党当时创党的一个元老了哈。那蔡壁如说哦，他建议黄国昌去选2026的新竹市长。哦，现在不是高虹安吗？那地方有机会当选了，其实不会当选了。去那边哦，主帅亲征，鼓舞士气。但是民众党的新竹市党部说呢，高虹安还是最好的人选。但是高虹安现在变数很多了哈，高等法院提出释宪啊等等，到底怎么样，真的不知道啊。高虹安到时候能不能选呢？其实不知道啊。那黄国昌说，我们全党上下一心规划，我们不是只有着眼新竹，我们好多地方我们都要去哦。我们只有新竹呢？我们看一下。我必须老实说了哦，其实真正的关键还是跟柯文哲主席的长谈。正式宣布投入民众党党主席补选，黄国昌说，第三势力火苗不能熄灭，要让阿伯回来感到骄傲。其实刚刚在想的是那天晚上主席跟我说的话，争取每一位党员同志的支持。那是我接下来成为正式的候选人之后，那我责无旁贷的任务。才说适当时机公布，随后脸书就宣布，而这天刚好也是柯文哲结婚周年。陈佩琪脸书晒照，写到你不在日子，我会帮你扛起慈善公益责任，都想让柯文哲放心，但党内依旧风风雨雨。应该还是会陆陆续续拜会一些党内的一些要角领袖。会啦，一定会有联系的管道了。要不要选党主席？蔡壁如说跟党内沟通再决定，但和黄国昌似乎还没联系。没有，完全没有。两人还没见面，现在黄国昌率先宣布，而蔡壁如话也说在前。党内如果有人要勇于来承担的话，那我想我就会全力的来支持。如今还传出党中央高层有共识支持黄国昌，也已经成立选举委员会。那在林富兰主任监察员的带领之下，会把选务办到最好。中央地方恐怕还有分歧，党主席选举势必又是场腥风血雨。那伟汉。其实因为蔡壁如现在角色有点尴尬，有点晚了哈，因为他那时候应该在今天是1月14号嘛哈，他在柯文哲主席的这个案子后期的时候讲说他要辞掉台中市政府的顾问，意思就是他愿意承担选中央委员，甚至党主席的部分大家有在讨论，他也没有证实或否认。那刚刚看那个新闻是早上在访问，中午的时候不到中午，黄国昌已经宣布参选了，他说如果有人愿意承担。我是觉得，因为我跟壁如姐认识很久了啦，他怎么会认为黄国昌不选党主席？一定是他，而且观众朋友一定就会是黄国昌当选啊！现在目前民众党上下一心，众望所归，主席这个交代都是黄国昌啊，而且他能量也最强，又是立法院的总召。那这时候你去讲的那个都是有点半年前的讯息，比如说选新竹，确实以前不是柯文哲主席在这个金华城安城，他有讲过所以也不一定要选新北啦，或许是新竹，对不对？黄国昌也都没有跟大家讲他一定怎么样嘛。可是黄国昌有讲过几件事情，第一个，他说他要让新北市2026年的议会要有党团，目前只有一个议员叫做陈世轩 Jimmy， 那他要有党团就要有3个，所以他有可能党主席御驾亲征选新竹市，然后回头在这个帮忙台北新北市去选议员，然后选3席嘛。所以看来黄国昌不选新北市市长，基本上都不合理啊。可是他一选新北市市长的时候，蓝白的问题就出来了。
现在看起来，因为刚刚上礼拜6的定勾机的那个游戏，蓝白是宝哥也去嘛？我去了。现在蓝白是一个合作状态，可是你有时候遇到你要选举的时候，跟金字塔顶端选议员可以多席次，选立委、选市长、选总统的时候，就只有一个人，所以到时候他到底要不要选新北市市长？那这时候我是觉得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讨论谁要选主席不选主席就是黄国昌了啦，他也一定他宣布参选，他也一定会是当选人嘛。之后就是民众党的路要怎么走，因为民众党也讲，好，因为小立委新庆老师讲说，2028就是一组，认为说不会有国民党一组、民众党一组。周瑜修秘书长也讲了，我们不是小蓝哦，我们自己现在目前还没决定，他没有说一定要再派一组，可是民众党是有资格派一组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台湾蓝绿白的萨卡度的状况之下的时候，合作是一种方式，那会不会是分3组？另外就是如果就算合作蓝白一组，比如说2028那个还太远。是不是就一定可以赢赖清德？现在很多蓝营的选民都是看到蓝白看来会合作，觉得士气高昂。阿联温雅还很难讲，时间还很长，不一定呢。我基本上了，就是说看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了哈。你以新北来说哈，就算黄国昌来选，理事长还是强势领先。每个地方情况不同哈。那我是觉得很简单嘛，你蓝白到时候就做民调，就是大家去拼嘛，去跑嘛。对。你跑了，结果最后做民调谁赢谁出来嘛，而不要再分成3组嘛。分3组的话，那个票就基本上分散。但是如果一个候选人非常强势，也不怕你了。好，到时候每个地方状况可能不同哦。那如果说愿意像当时在这个台北县那个时候嘛，哈，王建煊跟林志嘉，这在我的节目上啊，上我的节目2个讲说谁代表国民党，我说你们干脆比民调好吗？他们说好啊，现在做民调，林志嘉输一点就让王建煊选了。就这么简单啊，这有那么困难吗？哦，林志嘉就退了，那个时候就没有下去选了。来，施表兄，我提一下，那一天电国期我去了，蓝委有19位啊，比例很高哎。我们总共就52位啊，扣掉院长、副院长，50%/19等于差不多2%，比例非常高，这30几%哎。这个真是老实讲，这是一个讲的是因为强调那个重点。它重点在于说绿色维权、司法不公正。司法程序了。我们希望司法公正，是强调这个 slogan 啊。那现在变成是有一个现象了，就比如说高层这一部分呢，蓝白是合的，但基层马上2026明年呢，要选各县市的议员，问题马上出来了，你要怎么弄？现在来讲，比如说以我的大安文山区好了，这个有13席。现在这个国民党的有9席，民众党1席，民进党3席。那未来是怎么样？是这10席大家来挑，还是怎么样？就民众党就推一个，民众党可能说我想推2个啊，所以这里面就会有这个问题。但是议员的事情比较小，这个县市长就是回到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比较大，大家一直想这板块很大。黄国昌以他的能量，他一定当主席。他要是总召，他的声量又够，他的发言又清楚。那整个来讲的话，他是众望所归嘛。民众党来讲众望所归，没有人有办法跟他争。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会想让他选新北市嘛？因为是新北市可以带动新北市议员呐。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就回到王建煊、林志嘉的模式，能不能就民众党最喜欢的比民调，那比民调啊？怎么样？大家谈好，比民调推1组。我觉得这个如果还是推2组的话，那这个东西虽然会有弃保，可是万一又弃不干净呢？那就赖清德事件重演了哦，就让民进党的可能是苏巧慧啊，可能另外一位他得利了。这个东西蓝白高层要去想这个事情了。来，亮君。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一直在看说接下来蓝白到底会怎么发展呢？但我就去讲哦，民众党现在当然黄国昌哦，这个我想当主席是大势已定了哈。那到底民众党接下来怎么发展？有人会讲说会不会2026民众党就不见了？其实我的。看现在整个局势来看哦，你看到说从上个礼拜，然后到现在，大家民众党的支持者对于柯文哲案情这么的这个愤愤不平哦，我认为其实，在2026的选举，在议员的席次上面哦，我认为或许还有一点点成长的空间哦，因为说不定其实在这个他们认为这是司法迫害，但我是觉得这个明明就是照着司法调查走，但是在这种激化的状况底下，其实会催出他们最铁的票哦，所以其实确实民众党或许在2026年的议员
席次会成长。那至于说首长的部分，因为首长现在看起来有机会民众党来去挑战，当然第一个是现在民众党所执政的新竹市，那再来就是当然大家讲说这个黄国昌过去瞄准这个新北市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新竹市哦，我觉得这当然还有很多变数啦，因为国民党能不能再做第二次的所谓不知道算是弃保、半弃保，或者是说礼让，我觉得也都会在地方上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杂音，因为上一次林耕仁的状况，其实我想地方的国民党这个基层一定也都很愤愤不平啊，怎么在当时候这个跟民众党的状况底下，居然这个我们自己国民党他们自己国民党的人还去这个跟民众党站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变数还非常多。但是可以想见的是，民众党接下来的母鸡就是唯一一个从原本的柯文哲变成了黄国昌。无论黄国昌参不参选县市首长，他都将决定民众党的命运。老陈，我跟大家的意见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大家把问题看得太复杂了。其实民众党的选择，包括黄国昌本人的选择，没有多少选择。情况是很艰困，黄国昌到目前战战兢兢的走到今天，算是不错了啊。1月11号的电国基算是短不空，长未知啊，但是跨过这个栏啊，他现在宣布了，他说几经思虑才考虑要选党主席。你没有那么笨吧？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都想，只有你，这别人没有办法跟你比。所以蔡壁如，我觉得蔡壁如从屏东来的一个小护理师，因为他跟柯文哲的特殊关系能够混到今天，也是他有他的这个厉害的地方。但是蔡壁如到目前为止就小事，他惹了太多了。比如说他几度校正要跟黄国昌吃饭，黄国昌不跟你吃，你绕亏啊！所以呢，他现在又建议说黄国昌去选新竹，我完全反对，小黄国昌也绝对不会去。就算那个地方是最有希望的黄国昌当选的啊，你把黄国昌，你们唯一的厉害的人，把他困在新竹有什么用？没有用的。那我觉得所有蓝白的合作能够维持到2028的话，我认为黄国昌也不会出来选总统。黄国昌我觉得他只有一个位置对他来讲是适当的，他只要继续当党主席，然后跑全国，让这个政党真的活起来，而且不会比柯 P 巅峰的时候更差。那柯 P 巅峰的时候，他的不分区立委有几席？8席啊。那比8席 hold 得住，厉害了。但是比8席更好是9吗？是10吗？如果是10的话，就是1/3了呢，就是1/3。你有这个本事吗？所以呢，我觉得民众党未来就是不泡沫，维持一个像样的一个第3党，就是不分区10左右。而且这样呢，要比这个更好。我觉得地区的立委是0，县市长呢新竹 plus minus， 那其他通通0。我就真的在这里诚意的劝告黄国昌，不要想新北，不要想新竹，总统你大概你就命活长一点，那表现的你的才华，也许未来有一天就是把民众党搞大，你才有希望，要不然也没希望了。但是呢，你的责任就是把民众党重新从泡沫中拉回来，而且变成一个像样的第3大政党。好吧，黄国昌听得进去听不进去不知道。休息一下再回来。